我天生鼻子灵，又爱装，一不留神装过了头，混成了京城第一才女。喜好拉郎配的太后，把我指给了镇宁侯。哼，本小姐才不要嫁！神，婚后1年半，夫君奉旨镇守边关，却战死沙场。夫人，对不住，我没能把侯爷全虚全尾带回来，你打我骂我，我都受着。等等，虽然夫君和他替身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这气味，分明就是我夫君。难道他装死？那我以后岂不是有钱有闲还没丈夫管？夫君，你怎忍心丢下我一人？2年，他在府里娶了他的青梅，我在观里过我的神仙日子，两不碍眼，各自欢喜。这寡妇当的舒坦。玩够了，回来露个面，喝完茶就回院子睡觉，完美。江夫人真是好本事，人还未归家，求娶的聘礼倒先到了。撩拨了我就要跑，我看你往哪里逃！穷书生去当强盗了吗？说好的露水情缘，这人怎么还带找上门的？不给我一个解释吗？一个替身还想管到我头上？朝廷律法又没有规定寡妇不能收聘礼。哟，气性还挺大。我们陆家没有改嫁的先例，没有先例就从我这儿开，总得有人争这个第一不是？我嫁的是侯爷，侯爷已经死了，你只是个侯府的替身，还是第一次听说还能管先侯遗孀的私事。怎么着？我一个18岁的寡妇，还得为块牌位守一辈子？江若曦，侯府爵位没有旁落，怎么到头来就我这个苦主，应该像活死人一样的活着？看着他这副憋屈样，心里真舒坦。他假死时就该想到今天，凭什么以为我会一直为他守着，把青丝熬成白发？太自负了。既然陆家容不下我，我自请回娘家就是。反正夫君死了也没孩子，了无牵挂。味道还是当年那个毒鼠他的松香，人却成了他的替身。江若曦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？陆清晨，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这话？你是侯府替身，我改不改嫁关你什么事？夫君，我听说江夫人回来了。她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子，真是没眼看。江夫人，2年没见，气色真好。和文夫人一比，我的气色确实好的不是一星半点。那是曾经我和陆星辰的婚房，往日点滴真如浪潮般涌来。我头一回没经验，娘子莫笑。堂堂镇宁侯，战场杀神，居然紧张的像块木头。你别动，我来。侯爷，我可是洪水猛兽，你这么紧张？不紧张，娘子，你真美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绝无二心。那一年，他确实待我极好，直到闻声投奔而来，一切都变了。哎呀，你真笨！侯爷，我们姑娘突然晕倒了，她在这里只认识侯爷，奴婢斗胆请侯爷去看看。侯爷怎么看？若曦，我去就回。小姐，我看这文小姐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姜太公钓鱼，侯爷喜欢上钩，谁也挡不住。回吧，太无聊了。若曦，我也是看在小时候的情谊上看过他些，你别多想，
以前没有什么，以后也不会有。此生我最爱你。若以后闻声每次不舒服都来找你呢？怎会？下次我一定拒了的。我饱了，去书房看卷宗。可不是饱了，我若是喝上一碗甜汤，再吃6个糕点，也是一点都吃不下去。细问才知道，闻声早早做了午膳送来书房，这昨日的誓言，今日就吃进肚子里了。男人果然靠不住。既然姐姐在，那我就不打扰侯爷了。闻声，是不是又做了点心？正好我饿了。突然觉得倦了，这琴瑟和鸣的戏码，我是有点装不下去了。姐姐是不高兴了吗？我以后再也不给侯爷送糕点了。我怎么会生气？有人能替我照顾侯爷，还是如此心灵手巧的妹妹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江若曦，你白天倒真是大方。总归是侯爷的旧时，我怎么也要让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不是？侯爷，我今日不舒服，早些歇息吧。侯爷，我们姑娘被梦魇住了，你一身正气定能驱散邪祟，求您救救姑娘吧。既然妹妹如此需要侯爷，你就去给闻声医一。我竟不知夫人这样懂事，上赶着把我往外推。那一晚，绿茶的计谋第一次落空了。嫂嫂，可认得这个？我当然认得。我只是说了一句好看，侯爷就摘下来给我把玩。听说是嫂嫂家的物件呢？那是我江家给陆家的回礼，一块同心玉佩，寓意夫妻同心。我说之前怎么没见陆星辰佩戴过了，原来是给了旁人。江若曦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你也配拿我江家的东西？东果，给我打！住手！星辰哥哥，嫂嫂打我，我命苦啊，我就不该出现。你为何要打他？闻声向来温柔可亲，你为何要欺负他？我打他还要向你禀报？那他犯贱有没有向你禀报？星辰哥哥，我痛。把夫人禁足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出院子。小姐，这禁足的日子倒也清闲自在，没人来打扰。我看啊，比在外头看那些安杂事儿强多了。正是，有书看，有茶喝，还有人伺候，倒也落得清静。若曦，别生气了，是我不好。我把城南那间铺子上的新货都给你，莫生气了，气大伤身。你那天确实做得太……我累了，睡吧。好。小姐，奴婢听说，今儿个一早，侯爷就把城南铺子送来的好东西全接到文生小姐院里去了。奴婢还听闻，侯爷把您最喜欢的珊瑚发簪亲手给文生小姐戴上了呢。都说是文生小姐诊出了喜脉，侯爷一时欢喜，才如此厚待。若曦，文生她怀了我的孩子。你把她收了吧。你都让她怀上了，还能怎么办？你就不说点其他的吗？不然呢？你想看我发疯，还是带人把文生沉塘？好，好，很好，江若曦，你会后悔的。
小姐，侯爷他后悔？我为什么要后悔？你会后悔的，东国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他让我后悔的方式。什么烂法子？这不是惩罚，这明明是奖励。侯夫人也是情之深，真是可怜。小姐，这2年道观的日子可真比侯府里头自在多了。奴婢瞧着你每日吃得好，睡得香，气色越发好了。是啊，闲时下山逛逛，听听小曲儿，别提多舒坦了。东国，你还记得我下山时救的那个穷书生沈河吗？那小子倒也有趣。居然是沈河，他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吗？还有这一手身手。江姑娘，想我了没有？江姑娘，真是好狠的心，说丢下我就抛得一干二净，是我没讨江姑娘欢心吗？真扫兴，我下次再来。他是谁？我问你，他是谁？你管得着吗？你明知道我不会真的伤你，若曦，我是陆星辰，我没有死，我不允许你改嫁，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娘子。说什么胡话？我夫君死了2年了，如今你也有了夫人，就别再说这种胡闹的话，平白惹人笑话。你走吧，让人看见你在这儿，传出去，对侯府，对你都无益处。若曦，我叫你走，走啊！小姐，您没事吧？刚才奴婢好像听到了侯爷的声音。东国，你说，凭什么他陆星辰想离开就离开，想回来就回来？可我偏不认他。我江若曦从来就不是一个软柿子。沈河，你不是说想让我嫁给你吗？江姑娘此话当真？你把我送到我娘家如何？我摆脱了陆家，就嫁你。这几日的陆星辰举止异常，像疯了一样，日日前来，已经无所顾忌流言蜚语的架势。他大有要彻底戳穿自己谎言的架势。我终究还在他的地盘上，不能用自己去赌。你可有法子？好，不过嘛，我要收点利息。胖了，我在外面想得肝肠寸乱，你倒好，在侯府吃喝不误。等我，3天后我来接你。这2日府里的巡逻比往常严了许多，护院们几乎3步一岗5步一哨，连咱们院子外头都多了几个人。是啊，瞧这架势，陆星辰，他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？小姐，那咱们还按原计划行事吗？沈河公子那边自然，越是如此，越要行事。他越是严防死守，我越不能困在这侯府之中。大夫人，侯爷请您去正厅用饭。知道了。马上就到我和沈河约定的时间了，要是他看不到我，他会不会就走了？若曦，你以前爱吃这个，不爱吃了。来人，快请府医！这夫人如何？大夫人她是有孕了。庸医，我侯府养着你，你就这样的一转？再诊，夫人怎么可能会怀孕？侯爷，喜脉无疑啊！原来是真的。
你们都下去吧。告诉我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你和哪个人的？怎么能算不知名的孩子呢？孩子的父亲明明下了聘礼的，是侯爷你不同意，才把我们的孩子拖成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侯爷，你真是只管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滴。你为了你的小青梅，为了你们的孩子，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比我清楚。活着死了男人的寡妇，与人情投意合，有了孩子，这不是顺其自然的事吗？若曦，既然你不能原谅我，那我就收回你原谅的机会。我不喜欢你肚子里的孩子，那我们就一起死好了。我们下辈子再做一对恩爱夫妻。这哪里是痴情，分明是要我命！夫君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怎么，妹妹是看不出来吗？你的夫君正要拉着我这个夫人殉情呢。妹妹是不是心如刀割？嫂嫂说笑了，夫君与我夫妻情深，怎么会做出那种事呢？夫君定是酒吃多了，才会如此失态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该是什么流程？他陆星辰心疼的过去扶文生，搂着他轻声安慰，然后转头对我怒目而至，将所有罪责都推到我身上。这套戏码这几年来我看了没有100回，也有80回，闭着眼都能背出下一句台词。陆星辰，你以为你换了身份就能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吗？2年前你装死的时候怎么不说放不下？你娶她的时候怎么不说放不下？她怀上孩子的时候又怎么不说放不下？如今我肚子里揣着别人的孩子，你跑来跟我说放不下？放不下什么？放不下可笑的占有欲吧。抱歉，文生，我们约定好的，等江儿3岁时将你抬为正室，江儿也是名正言顺的嫡子。可我等不到那时候了，我放不下若曦。那侯爷，我和江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让江儿怎么受得了？侯爷，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们母子俩，等我们江儿再大些，好不好？这般演技，不去梨园登台，实在是埋没了一身本事。2年前你选择假死迎娶她，那便该一直做个死人。如今你想弥补缺憾，可你问过我江若曦的意愿吗？文生，再用这种手段恶心我，我便好好陪你玩玩。只是到时候，只怕你根本输不起。东果，走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可是刚才在正厅里被那阿扎气给熏着了。无妨，只是有些反胃罢了。走，我们回去。江若曦，你放我鸽子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银石后门柳树下，过期我可不候。东果，你看这审核，明明等了1夜没等到人，明明恼得要死，却还故作姿态，比陆星寒那般疯魔的模样，真是可爱多了。是呢，小姐说的是。距离银石还有2个时辰，是时候该彻底离开这里了。走，快了！你要去哪里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走吗？侯爷这是说什么胡话？这是我的家，我走动一下，难道还要向你禀报不成？江若曦，你惯会骗我，这次我再不会相信你。你别想再抛下我，去找其他人。
陆侯爷，我的夫君2年前已经死了，他死在了战场上，尸骨无存。你一个替身在这拦住我，就不怕被人看到名声扫地、遗臭万千吗？我错了，若曦，我真的错了。2年前，我是鬼迷心窍，以为那样就能保全你的周全，保全陆家的声誉。可从你自请去道观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后悔。我一直想寻个机会与你讲明一切，想求你原谅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等到的会是求取你的聘礼。若曦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明日，现在，我这就去给皇上表明一切，哪怕是被世人唾骂，被万民耻笑，我也要你在我身边。陆侯爷这番深情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只是，这个孩子你也能毫无介意的接受，视如己出吗？若曦，你把这个孩子打掉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们会有属于我们的嫡子，往后侯府的爵位尽数归他所有。凭什么？你为了自己的孩子不惜假死，为他谋得嫡子名分，凭什么我的孩子就必须被打掉？更何况，他的亲生父亲绝不会同意。若曦，你还不清楚我的手段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这辈子我也绝不会放你走。若曦，不怕，我来了。若曦，留下来。陆星辰，你不能放过我吗？走。若曦，你不能走！若曦！再有一个路口转弯，就能到柳树下。快了，沈河。是陆星辰，他居然坐着轿子也要来追我。我真是没想到，陆小侯爷对你这个夫人倒是挺看重，看来是真情实意，非你不可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得先找个地方避避。沈郎不是说自己是穷书生吗？这小院儿可不像是穷书生能置办得起的。彼此。我刚认识你时，不也说自己是位清修的道姑？谁能料到，竟是侯府的大夫人。她和陆星辰有7分相似。陆星辰的眉眼太锋利，像出鞘的刀，总带着肃杀。可沈河却不同，他不笑的时候温润如玉，让人如沐春风；可他一笑，就像化成了精的妖，勾人魂魄。可怜的人，不知遭遇了什么祸事，这般好看，倒是个秀色可餐的可怜人。谁能想到，当初奄奄不息的可怜人，转头就登堂入室。沈郎，你这张脸可真是会骗人，谁能想到这张面皮下藏着这样的精明呢？当初你是不是就是见我像他，才救的我？沈郎想多了，我当时只是善心大发，见你重伤落魄，甚是可怜，才救的你。我为你执意得罪陆侯爷，树敌无数，这份天大的恩情，你可得好好记牢。你若是对我虚情假意，那我可也要对你不死不休了。怎会？毕竟还有孩子呢。你是说，你怀了我的孩儿？现在我们就成婚。什么？现在？我要让你成为我明媒正娶的妻子。若曦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，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这样的诺言，沈郎，2年前我听过一次，那时候也有人红着眼眶跟我说好好过一辈子，后来便没有后来了。所以这种话我如今只怕也只能听听而已，何必深究？再说我自己也不敢保证。等着。齐了，若曦，你可以梳妆了。就真的这样着急？当然着急。娘子，你都怀了我的孩儿，我们也该名正言顺了。还是说你现在心里还想着别的人？他这笑看着好看，但他底下藏着什么，只有他自己清楚。好了，东果，别笑了，开始吧。
看什么？看我娘子，娘子今日美得不可方物。一拜高堂。高堂，我俩的高堂可是一个都没到场。沈河的爹娘身在何方，我不得而知，而我的爹娘此刻只怕还在睡梦里，全然不知。二拜天地。这人是当真的吗？这份急切，这份执着，究竟是为何？夫妻对拜。别怕，娘子，我定护你和孩儿无忧。星辰，你还活着！好久不见啊，星辰。看来这2年你过得可不算太好。多可笑啊！竟然要娶我的夫人！星辰，你当真要娶她？你腹中的孩子，当真是他的？你和若曦早已分开，若曦在我失忆时救过我，与我情投意合，她腹中自然是我的骨肉。阿青，你中箭坠崖那天，我亲自去寻你，可是我搜寻了遍野，踏遍了每一寸土地，都没有找到你。我以为你真的已经死了。再加上彼时文生因为怀有身孕，又誓不为妾。我情势所迫，才出此下策。我用你的身份娶了文生，想给他和江儿一个名分，待日后再慢慢筹谋。我们甚至还有了江儿。我悔了，我后悔当初所有的决定。可是现在你活着，阿青，你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！侯爵之位，你才是真正的镇宁侯。我这就去向皇上说明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拨乱反正。还？把身份还给他，那文生呢？一句还给你，就想把这些全都甩给失忆的替身，然后自己呢，就可以清清白白的重新来找我和好吗？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可惜陆侯爷，我认识的沈河可不是个傻子。我现在没有以前的记忆，你这个正主，我不敢认。认下你这个正主，我还要帮你养你的妻子儿子。我和若曦是不会分开的。陆侯爷，你这般安排，岂不是把我陆清晨当成了个傻子？可若曦本来就是我的妻子，你和她拜堂成亲，这成何体统啊！我陆家的颜面何在？你就当我真的死了，不可以吗？这些日子没有侯府的束缚，我过得也不错。可若曦，她本该是我的，她是我的，你为何要夺走她？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侯爷，王神医请来了。王神医医术高明，定能治好你的失忆之症。等你想起来所有，想起来你真正的身份，想起来你曾经的一切，我们再来谈其他，好不好？等我，我不想做一个没有过去的人，我想寻回我的一切，无论是好是坏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和孩子的。此生此世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你信我？可那又怎样？我江若曦从来就不是个喜欢听从别人决定的人。江儿，我的江儿，你去催催沈烨，怎么还没好？小姐，您不担心吗？他若真的想起来，担心又有何用？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已做好准备。陆公子记忆恢复80%，其余的还待慢慢恢复。既然两位侯爷以及在场诸位都如此关心江若曦的归属，那若曦也只好给诸位一个交代了。这一封给陆星辰陆侯爷，
感谢侯爷这2年来的照拂与深情。至于这一封，便是给陆清晨陆公子了。若曦，别走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一时转变不过来这个身份，事情太过突然，我转变不过来？你以为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你慢慢转变？不，若曦，给我时间，我一定会对你和孩子负责的。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。陆清晨，你可能还不够了解我。我江若曦也是活生生的人，有肉有心有肺。我选择他时，我要求自己坚定不移。那么，他回馈我的也应当是坚定不移。少半分，那我宁可不要。你刚刚从内室走出来时，那躲闪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，再多的解释都只是掩饰。掩饰我在你陆清晨那里成了备选。可是，若曦，我们也已经有了孩子。我与他曾有3书6聘，明媒正娶，尚且能在得知他有2心时说断就断，更何况你我。就因为刚刚我的犹豫，你就也要放弃我吗？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女儿的孩子，当然由我们江府来养。娘，一会儿我就到太后那里去求个公道。你们陆家未免欺人太甚。我女儿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如此行径来羞辱她，你们这样做把她当什么了？她做了什么了？新婚1年半就守寡，你可曾想过她背负的是什么？镇宁侯夫人，这些年来她为陆家守着名声，你又做了什么？若是你真的战死沙场，为国捐躯，我江府绝无二话。镇守边关的将士，就是我这一介妇人，也是敬仰。可若是用计谋，想享其人之福，还另娶了心腹，生了孩子，那就另当别论，欺人太甚。若不是我今天知道你们陆家还想欺负我西西到何时？走，跟娘回家。我江家的闺女自是尊贵，怎能任他们选来选去？小妹，回家了，姐姐给你做你爱吃的桂花糕点。是啊，家里什么都有，以后再没人敢欺负你。我的院子清早我已让人洒扫干净，布置得妥妥帖帖。日后你安心住下，家中一切都有我们呢。小姐，您可算回家了，夫人和老爷定是担心坏了。是啊，东国，我原以为自己能应对一切，不劳他们伤神，可到了此刻才明白，他们从来不怕我的叨扰，我的隐瞒反倒是徒增了他们的愧疚。小姐，您猜怎么着？今儿个皇上的圣旨就到了陆家，皇上勒令陆清晨带着家属择日前往边关，无诏不可回京。小姐，您猜猜，这陆清晨指的是谁？边关，陆星辰要去边关了，用着他替身的名字。那是陆星辰，不是陆清晨。从此，他便是陆清晨的替身了。是酸的。这辈子的名分，恐怕再不能拨乱反正。岳父岳母在上，小婿陆清晨来请罪了。这个没脸没皮的东西，给我拿扫帚赶出去！岳母大人，您就打小婿几棍出气，只要您消气，小婿绝无怨言。岳父大人，您若是不解气，小婿便跪到您解气为止。罢了罢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姑娘，用力，再用些力气。若曦，娘子，娘子，都是我的错，娘子你一定要停下来。
哭什么哭？我还没死。陆公子，您快出去！产房血气重，男子不能久留。娘子，你一定要停下来，都是我的错，娘子。好疼，我快撑不住了。姑娘，快含着身片，提提精神。生了，姑娘是龙凤胎，一个哥儿一个姐儿。这是爹娘欺负他了。若曦，你醒了，幸好你无害，幸好你无害啊！孩子呢？在隔壁房，岳母和东果看着呢，两个都好好的，胖乎乎的，都像你，特别是那眼睛。小姐，您是不知道，您晕过去那一瞬间，陆公子他可真是吓坏了。哦，他做了什么？他呀，当时像疯了一样，抱着您死活不撒手，谁劝都没用。他以为您死了，然后他站起身就要往桌子上撞，嘴里还喊着我去陪若曦，黄泉路上他自己会怕的。幸好夫人眼疾手快，一把他拽了下来。夫人气得直捶他，骂他你捣什么乱，西西只是累晕了，死不了。小姐，那参……我知道，那颗参起码有100年的年份，除了皇宫大内，也就只有漠北能找到。漠北是陆星城镇守的地方。娘子，娘子累不累？不如为夫替你捶捶肩。我每日来江府，只是为了求得岳父岳母的原谅吗？我每日来，只为能多看你一眼，为你包橘子，为你研墨，为的都是让你知道，我陆清晨今生今世绝不负你。待在屋内，莫要出声。外面出了何事？这般大的动静，莫非是陆侯府？二爷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边关传来急信，事态紧急，府里乱作一团了。慢慢说，边关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切勿惊扰府中其他人。回二爷，边关急报，原来自陆星辰侯爷已年，以陆清晨的身份驻守边关已有1年之久，边境近来并不太平，周边部族屡屡侵扰，前些日子更是爆发了小规模战事。陆清晨侯爷治军严明，作战勇猛，数次击退来犯之敌，本是节节获胜。可军中却突然传出流言蜚语，又接连发生怪事。先是军中粮草莫名短缺，押运的粮车半路失窃，而后几名负责值守的哨兵夜间离奇失踪，军心渐渐涣散。更不对劲的是，边关守将暗中追查，竟发现有人暗中勾结外敌，而种种线索隐隐指向侯府。粮草失窃，勾结外敌，边关将士速守国门，保大张疆土安宁，谁敢如此胆大妄为？不止这些，二爷，边关信使还说有人暗中散播谣言，说驻守边关的陆清晨并非真正的陆家子弟，身份造假，不配统领大军。如今军中人心浮动，不少将士议论，甚至有偏将借机发难，拒不服从调遣。边关战事本就迟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防线都要守不住了。管家，你方才说流言是揪着身份做文章，且隐隐指向侯府。陆星辰的性格高傲执拗，行事果决，纵然从前机关算尽，可绝不会通敌叛国。粮草失窃，流言四起，分明是有人故意暗中布局，借边关之事陷害陆家，而对方刻意揪着身份做文章，显然是知晓侯府当年那场换身份的密室。知晓当年内情，又有能力把手脚做到边关，绝非寻常市井之小。京中朝堂之上，素来有几股势力与陆交间不和，一直隐忍。如今怕是找到了可乘之机，想借着边关大乱一举扳倒陆家。陆家世代功勋，手握兵权，树敌本就不在少数。之前为他互换身份之事，虽然被刻意掩盖，可纸必就包不住火。有心人暗中探查，抓住把柄后便前往边关。他独自在外，处境凶险，我必须过去相助。京中之事暂且搁置，先稳住边关军心，查清背后黑手。不可！你如今贸然离京，反倒会落人口实。敌人本就拿你二人身份大做文章，你一走，岂不是坐实了流言？再者，府中还有文生母子，若是你离开，对方说不定会趁机对府中人下手，斩草除根。你可曾想过这些？可是若曦，他毕竟是陆家人，我不能。清晨，边关真的出事了吗？星辰他不会有事吧？清晨，求求你想想办法，边关千万不能出事啊！江儿的父亲还在边关，若是星辰有个3长2短，我们母子2人可怎么活呀？文生，此刻慌也无用，边关危机，你在此哭闹，更徒增旁人焦躁。如今最重要的是理清头绪，逐一化解危机。好，就依若曦所言，我暂且留在京中稳住局面。管家，
你即刻派人快马加鞭送去书信，安抚兴宁军心，让他务必稳住。同时暗中派人追查粮草失窃与散播流言之人，务必查个水落石出。此事需隐秘行事，不能打草惊蛇。明日早朝，我自会修书上奏陛下，禀明边关现状，请朝廷增派粮草与援军。镇宁侯府接旨，陛下听闻边关异动，龙颜大怒，即刻宣陆清晨入宫觐见，问询边关详情。若曦，我入宫面圣，务必看护好自己和孩子，切莫轻易外出，以免再生事端。你放心去吧，据实回奏即可。陆家世代忠良，陛下心中自有评判，身正不怕影子下，京中我自会看顾好，你莫要担忧。清晨他入宫了，陛下会不会怪罪我们陆家？星辰他会不会被治罪？陛下英明，自会分清是非曲直。陆星辰驻守边关，屡立战功，通敌乃是大罪，没有确凿证据，谁也无法随意定罪。眼下对方只是制造混乱，刻意构陷，我们只要查到幕后之人，一切自会水落石出。对方先断粮草，再散流言，搅乱边关，又借着身份密辟发难，一环扣一环，布局缜密。莫非是朝堂奸人与靖左半族相互勾结，意图内外夹击，动摇大晋根基？若是如此，事情就远比单纯的走周争要严重得多。对方见朝堂施压边关搅局未能立刻扳倒陆家，便铤而走险，派刺客入府，想要斩出核心之人。想动我陆家核心之人，他们怕是找错了对象。什么人竟敢深夜闯入侯府，活腻了不成？小姐，有刺客！一旦让他逃脱，幕后主使便会提前做好防备，再想追查就难了。哪里跑？给我拿下！说，是谁派你们前来？潜入侯府，意欲何为？小姐，这类人被重金豢养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审问根本没用。将二人严加看管，单独关押，不准任何人私自接触，更不准他们有自尽的机会。等待陆清晨归来，再做处置。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如此迫不及待的想要陆家人的命。是。老仆，说吧，你是何人？为何要暗中灭口？夫人明鉴，小人是当朝御史府的家奴，多年前被安发进侯府，充当眼线。御史大人与陆家素有朝堂之争，一直忌惮陆家手握兵权。他如今联合边境部族，想要借边关之乱构陷陆家，再派刺客入府斩除后患，彻底拔出这颗眼中钉。粮草失窃，军中流言散播，全都是这位御史大人一手策划。若曦，我在宫中已然安排妥当，边关事情我已如实上奏陛下。陛下已察觉到朝堂有人勾结外敌，龙颜大怒，下令彻查此事，同时调拨粮草与援军，加紧送往边关。好一个御史，身为朝廷命官不思报国，反倒勾结外敌，构陷忠良。现在怒不可遏，也无益于事。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人证物证整理妥当，递交刑部与御史台。这老仆的供词以及刺客身上的线索，都需仔细核对。你说的是，此事必须做得滴水不漏。我这便亲自去审问刺客，你与管家一同整理老仆的供词。好，走。朕谕整人。我决定亲自带领一队精锐将士赶赴边关协助防守，彻查余党。此去路途遥远，战事凶险，我归期未定，家中之事委屈你多担待。你只管安心前去，陆家忠良，守护疆土本是分内之事，我会守好侯府，照看一双儿女，等你和兄杠平安归来。亲家，亲生。逃过文生。清晨赶到之后，与陆兴清侯爷二人联手，重整军纪，清除军中残余内奸，又借着援军与充足粮草，一举击退来犯的境外部族，边境防线彻底稳固。消息传回京城，全城百姓欢呼，陛下下旨嘉奖陆家兄弟，朝野上下一片称颂。夫人，密信上说，战败的境外部族并未彻底收复，他们暗中联合了周边数个小部落，集结了更多兵力，打算卷土重来。这一次对方来势汹汹，规模远超之前的冲突，边关再度陷入危机。信上还说了什么？陆清晨与陆星辰那边可有什么应对？陆清晨与陆星辰侯爷一边加固防线，一边派人探查敌方动向。可对方行踪诡秘，像是在刻意躲避正面交战，四处游走骚扰，劫掠边境村落，残害无辜百姓。将士们疲于奔命，苦不堪言。这般下去，边关恐难以久守。
边境百姓流离失所，将士苦战不休，长此以往，损耗只会越来越大。若只靠官军硬扛，即便能守住一时，也非长久之计。百姓安危才是边关之本。管家，侯府账上尚有多少余钱？速速清点出来，用于购置粮草衣物。是夫人。东过去准备名帖，联络京中素来与江府交好的世家夫人小姐，就说我江若曦要牵头成立一个帮扶组织，筹集物资安置边境流民。星辰，京中一切安好。若曦把府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牵头支援边境，购置粮草衣物，联络世家女子成立帮扶组织，招募民壮协助官军，后方一切安稳。信城，如今守着这片疆土，护着万千百姓，清晨多谢你，也多谢若曦。传令，左翼固守，右翼骑兵迂回包抄，稳住阵型，切勿冒进。是，将军，将军。将士随我冲杀，护我大京疆土，寸土不让。将军，后方攻势凶善完毕，敌军兵力已退路，已全部探明。诸位鼎力下注，皆是守土功臣。我军自知不敌，愿举国求和，永世不犯大晋边境，岁岁纳贡。二国屡犯边境，残害军民，绝非一句求和便能抵过。我大晋密林有上，却不惧战事，即刻戾气可悲。若敢再犯，我军必踏平敌境，绝不姑息。小姐，是二爷从边关寄来的家信，说是战事大捷，陆家兄弟班师回朝，不日便可抵京。任宁侯凯旋！陆将军威武！若曦，过往种种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如今我已然想通，往后我会驻守边关，守护疆土，此生不再回京搅扰你的生活。过往之事早已翻篇，如今家国安稳便是最好的结局。你坚守边关，保百姓平安，值得所有人敬重。各自安好，便是彼此最好的归宿。一切尘埃落定，往后再无风波，我们可以安稳度日了，娘子。是啊，风雨皆过，岁岁安然。